欢迎来到辟谣吧。8月18日，根据 NPR Ipsos 的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移民的支持率在下降，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南部边境有移民正在入侵。因为关于移民的虚假和误导性说法越来越多，大量美国人对移民持有各种误解。例如，过分夸大了他们在向美国走私非法毒品方面的作用，以及他们使用公共福利的可能性。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对移民持有负面看法，但民调发现，并不是只有共和党人在散播并支持关于移民问题的极端言论。第一，入侵的言论正在获得更多美国人的支持。民调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包括1/4的共和党人说，美国在南部边境正在经历入侵是有点或完全正确。自10月以来，美国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逮捕了180多万名移民，创造了年度逮捕历史。在这些移民中，根据自疫情开始以来实施第42条公共卫生禁令，有近一半的被迅速驱逐，但还有数十万人被允许在美国寻求庇护和其他保护。共和党领导人越来越多地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一种入侵。移民倡导者说，这个词在白人种族主义圈子里流传已久，并警告说，这种极端的言辞可能会激起更多针对移民的暴力。尽管如此，民意调查显示，入侵一词已经被广泛的美国人所接受，用来描述在南部边境发生的事情。研究一直表明，移民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不可能犯罪或被监禁，但在民调中，多数共和党人错误地回答说移民更有可能犯罪。共和党人也更有可能赞同呼应所谓的大取代理论的言论。这种错误的阴谋论认为犹太人或精英们故意用移民和有色人种取代美国白人。在所有民调对象中，超过1/3的人同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正在被移民系统的取代，包括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人。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说，民主党人正在努力向更多的移民开放我们的边界。超过70%的共和党人认为赞同。第二，关于移民的误导性说法和假新闻越来越多，特别是关于毒品。民调发现，大量美国人，包括绝大多数共和党人，将芬太尼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归咎于移民，尽管没有证据直接将他们与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近年来，芬太尼过量死亡确实在增加，但专家说，绝大多数芬太尼和其他非法毒品是通过官方入境口岸走私的，藏在大型卡车和客运车辆中，而相对较少的数量是由蛇头在这些口岸之间的边境走私的。前边境巡逻队队长，现为德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教授的小维克多·曼华雷斯说，几乎没有芬太尼是由移民走私的，移民携带某种非法麻醉品的概率可能接近于0。尽管如此，在民意调查中，10个共和党人中仍有6个错误地表示，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大部分是由移民走私的。同样，超过一半的共和党人说，移民比本地出生的人口更有可能使用公共援助福利。尽管许多移民被禁止使用大多数联邦福利计划，只有不到1/4的共和党人正确地指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Ipsos 公司的副总裁马洛里·纽沃尔说，这些虚假、误导性或不完整信息的声明肯定在共和党人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但党派之争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纽沃尔说，我们在民意调查中看到的是，你是否愿意相信这些有关移民的误导性或不完整的声明，不仅取决于你的党派关系，还取决于你从哪里获得的新闻。他补充道，从福克斯新闻和保守媒体获取新闻的共和党人更有可能相信虚假或误导性的叙述，也更有可能相信这些说法是完全真实的。在谈到所谓的幽灵航班时，更强烈印证了这种新闻来源决定人们观点的说法。幽灵航班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将移民作为政治武器的最新举措。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组织了秘密的幽灵航班，将移民从边境运到全国各地的社区。但移民倡导者指出，这种航班并不是秘密的或新的举措，而是早就有的，为了让移民儿童与父母团聚实施的人道主义行为，并指责共和党的批评者为政治利益而制造恐惧。该民调问道，美国是否在夜间秘密地让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飞往全国各地？在主要新闻来源是福克斯或保守派媒体的共和党人中，约有1/8的人称这种说法是真的。然而，从其他地方获得新闻的共和党人并不那么肯定，只有4/10的人回答是真的。第三，对移民的支持率下降，对修建边境墙的支持率上升。
当 NPR 在2018年就移民问题对美国人进行调查时，3%的受访者同意移民是我们美国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这个数字已经急剧下降，这并不是最新民调中对移民的支持度减弱的唯一迹象。4年前，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近2/3的受访者赞成为所谓的追梦人提供获得合法身份的途径。现在，这一支持率已经下降到几乎没有多数，主要是由于共和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对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支持率也有适度但稳定的增长，从4年前的38%支持率上升到现在的46%。第四，虚假信息和误导性说法的影响范围可能在扩大。该民调表明，一些虚假和误导性的说法的影响范围可能正在扩大。4年前 ，NPR 询问移民是否比在美国出生的人口更有可能犯罪或被监禁。当时，超过60%的受访者正确地认定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但今年再问时，只有49%的人说这是错误的。2018年，10个受访者中有6个正确地表示，美国的大多数无证移民已经在美国待了10年以上。这一次，43%的人回答正确，几乎同样多的人说他们不知道。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索菲亚·乔丹·华莱士说，历史上有很多关于移民的整体叙事框架的问题，有时这些叙事在故意歪曲事实来误导大众观点。美国政治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即把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归咎于移民，以此来动员选民，不管这些移民和他们被指控造成的问题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这些误导性或虚假的说法并不总是能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但有时很难避免。华莱士说，一旦错误的信息被传播，就很难纠正。完整版文章已在辟谣吧网站上发布。感谢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辟谣吧频道和同名网站。我们下期见。